美国总统拜登在不断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，而在这种关键时刻，中俄两国特殊的关系就再一次成了热点。各位老铁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哥。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在美国国会发布了他任内首次国情咨文演讲，令外界关注的是，此次拜登的演讲不像过去那样将中国这个关键词放在首位，而是将俄罗斯当作了美国的主要威胁。拜登在整个国情咨文讲话的全过程中，共18次提到俄罗斯，只有2次提到中国，这是直接把枪口转向了俄罗斯。在讲话中，拜登先是宣布联合所有盟友对俄罗斯航班关闭领空，而且还要进一步制裁俄罗斯。而后面提到中国时，拜登只提到了所谓的经济竞争，其他的一概不提，不像以前那样长篇大论，谎话连篇了。可以看出，拜登政府开始全力对付俄罗斯，而并非中国。事实上，从俄乌冲突爆发的起始阶段，美国、欧美等西方国家或者盟友便开始对俄罗斯实施制裁，其目的就是削弱俄罗斯经济，令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难以为继下去。制裁范围非常的广泛，针对银行转账、个人、出口和进口、企业、货币兑换和银行。更离谱的是，来自俄罗斯的猫竟然也没有逃过西方的制裁。美国还进一步针对俄罗斯实施了出口管制，这是一项新的制裁措施，重点是限制俄罗斯获得和使用美国任何高科技组件，包括硬件和软件。美方要求任何想向俄罗斯出售技术、半导体、加密软件的个人或公司申请许可，但一般情况下，许可证是不会被批准通过的。即便如此，美方仍旧没有罢手。美方和其他盟友还讨论了把俄罗斯踢出 SWIFT 的方式。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是全球最大的金融报文传送服务机构，也是全世界最大的金融机构与其往来银行的主要通信通道。如果将俄罗斯踢出 SWIFT， 无异于釜底抽薪，但是美国和西方盟友还是这么干了。此后不久，西方宣布将俄罗斯主要银行从 SWIFT 中移除。此外，西方国家宣布将对拥有63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俄罗斯中央银行实施制裁，以防止其清算资产，以抵消制裁的影响。俄罗斯财政部前官员则称，这是一种落在俄罗斯身上的金融核弹。欧美对俄罗斯一系列的制裁措施，引发了俄罗斯股市大规模的崩盘。一天时间，俄罗斯股市就下跌了 39%， 后续几天也是不断的走低，而且俄罗斯的卢布也是一路暴跌，再加上一部分俄国内公民争相兑换货币，导致俄罗斯卢布跌到了历史新低，俄罗斯经济大受影响。不过并非所有国家都支持对俄罗斯的制裁，就比如巴基斯坦宣布将从俄罗斯进口200万吨的小麦以及天然气，巴西总统也对制裁行动持反对意见，而中国早就开放了俄罗斯全境小麦进口。中国的做法甚至引起了澳大利亚方面的强烈不满。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亲自表示反对，原因是站到了国际的对立面，但实际上还是嫌中国没买他家小麦，买了俄罗斯的，属实嫉妒。所以这种言论听听就好。而在最近的新一轮中俄元首对话中，双方从总体上对当前国际形势进行了评估，中方对俄方的行动表示理解，并重申愿意在联合国和其他多边平台上进一步密切协调和相互支持，同时还指出绝不允许使用非法制裁来实现个别国家的自利目标。因此，中俄关系在未来可能还要进一步靠拢。一方面，西方各国在欧洲和亚太地区对中俄两国围追堵截，在亚洲，美国和日本等域外势力隔三差五地挑动台海议题。美国的高级代表团还刚刚窜访了台湾地区，摆明了是给我们上眼药。在欧洲，美国也是从中作梗，使劲煽动乌克兰对付俄罗斯，终于触动了俄罗斯底线，导致俄罗斯绝地反击。这些都是美方自己作出来的，唯恐天下不乱。随着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经济上打击制裁俄罗斯，
俄方不可避免地要向中国靠近，比如美国和西方国家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上踢出俄罗斯，中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则可以考虑俄方的加入，这将间接增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发展。反过来又会削弱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和西方对国际金融的控制力。面对西方的围堵，中俄凝聚在一起爆发的力量要远远超过单打独斗，且不论是出于国家利益需要还是长远未来的考虑，中俄也需要自始至终的坚定并肩站在一起，只有这样才能更好抵御西方的狂潮。